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作者书野，故事马上开始。第二天俱乐部休息室，魏潇正慵懒地陷在沙发正中间，他一身简单的黑色衬衫，领口微微敞开，眉梢和耳朵尖上的金属钉交相辉映，在昏暗中闪烁着冰冷的光。他右手随意搭在沙发靠背上，左手则轻托着下巴，听着手下的汇报。李玉垂手站在一旁，耳朵听着，脑子里却琢磨着其他的事。虽然昨天晚上周末给老大送餐没待多久就出来了，但老大事后没有抱怨，说明他并不反感，看来这餐还得继续送。李玉，他刚才提到的那笔账数目不小，你抓紧时间让人追回来。是，老大，我已经派最得力的人去处理了，事情是有些棘手，但请您放心，问题不大。那就好。李玉看了一眼腕表，老大，时间差不多了，您该出发了，让宋老等久了就不好了。现在马上走，要不然到时候老头子又要对着我念经说教了。魏潇一出现门口，迎面而来的几位衣着光鲜的客人和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都立刻停下脚步，恭敬的躬身，低声称呼一声魏爷。魏潇淡淡的了一声，脚步未停，继续往外走。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脚步下意识一顿，他转头，目光循声看了过去。在大厅边缘的吧台区是周牧，此刻他身穿一身黑色制服衬衫，外面罩着一件剪裁合体的黑色马甲，款式简洁，面料挺阔，领口的两粒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这身制服将他原本消瘦的身材衬得修长而干净利落。他正低着头，神态专注地为一位男客人倒着酒。冷调的吧台灯光打在他的侧脸上，衬得他的皮肤苍白，带着一种颓废而精致的易碎感。他手腕上的红痕虽然被袖口遮盖，但他的眼神和昨天一样，并无二致。他将倒好的酒轻轻推到客人面前，脸上依然没有任何笑容。魏潇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几秒，然后移开，径直往外走去。晚上周牧继续给魏潇送夜宵，就这样日日不变，准时准点，送了1个多星期，每次都是放下餐盘就离开。但今天晚上，当魏潇打开门时，周牧却感觉到了一丝微妙的异样。他照老样子放下餐盘，依旧安静地站在一边。魏潇嘴里咀嚼着食物，半晌没停。他眼睛看着杯中酒，似乎若有所思，安静片刻。你过来。周牧往前迈了2步。害怕我？不。那就坐到这儿来。魏潇说着，身体上半身向后靠，手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周牧没有片刻犹豫，大方地走了过来，低下身坐了上去。魏潇绷直了后背，让周牧整个人陷入他的怀中。周牧抬眸，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着魏潇。其实要不是他之前粗鲁地把我绑来，这酷酷坏坏的样儿，说实话还真是我的菜。魏潇那双眼睛肆无忌惮地在怀中人身上游弋，最后对上周牧那双有一丝冷淡的眼睛。你喝酒吗？能喝，但酒量不好。能喝就行。魏潇轻身，双手环着周牧，逼着周牧的脸下意识地贴向自己的脖颈，鼻尖有意无意擦过脖颈的肌肤。魏潇一手拿酒瓶，一手拿起自己刚才用过的杯子，他故意拖慢自己倒酒的动作，感受着周牧扑面而来带着温热的鼻息。等一杯酒倒满，他转手递给了他。周牧接过，利索的一饮而尽，酒杯离唇带出了几滴酒，酒液匀速地顺着他的面部线条往下滑去。魏潇眼神迷离，带着一种冰冷的侵略性靠了过来，舔上了周牧的脖颈，拦截了流下来的酒液，顺势上移，吻上了周牧的唇。醇厚的酒香化作彼此舌尖上湿热而危险的蜜糖。周牧开始反抗，但下巴被魏潇的手掌箍住，动弹不得。他只能用手使劲捶打着魏潇宽厚的胸脯。但很快，随着呼吸被夺走，身体被攫住，他的手臂渐渐软了下来。那反抗的捶打变成了抓和抚。两人从沙发一路纠缠到卧室，跌跌撞撞，气息混乱，最后双双倾倒在柔软的大床上。亲，我喜欢你，我真的好喜欢你。一番云雨过后，魏潇赤裸着上身，站在阳台上颓废地抽着事后烟。烟雾在面前被夜风吹散，只剩无尽的黑夜在眼前铺开。这片黑仿佛能吞噬一切，
之前的欢愉在此刻瞬间消失殆尽，心里只剩一种深到发疼的空。突然，身后响起轻柔的脚步声，周牧从背后抱住了他，魏潇猛地打了个激灵，立刻推开了周牧环绕他腰的手臂，语气变得疏离而敷衍。你可以出去了。周牧怔住。你说什么？我说，你爽也爽了，你可以出去了。周牧手臂无力地垂落在身体两侧，他方才眼里还有的那点光熄灭了，眼神瞬间变得落寞而暗淡。他沉默地转身，离开了这间仍残存着暧昧余温的房间。周牧走后，卧室又回到先前的寂静。魏潇吸了口烟，往半空吐出一个烟圈。他低声自语，声音里带着一种无可救药的失望。就算是9点9成像，也终究不是我心中的那个他。他来到卧室桌前，翻出昨天下午手下送来的牛皮纸信封，撕开的边缘参差不齐。他手一写，一叠照片从信封里撒了出来，全是林阮清和沈之恒在一起的甜蜜瞬间。两人在餐厅里低语而笑，在公园长椅上相拥而吻，还有几张是他们在马路上十指紧扣的背影。魏潇的指尖摩挲着照片上林阮清的侧脸，眼底的失望和嫉妒交织成一片阴影。挺甜蜜啊。哼，他低声自语，哼笑一声。他将照片猛地扣在桌上，掏出手机拨通了李玉的电话。我有件事需要你立刻去办。魏潇的声音简洁而阴沉，带着不容抗拒的权威。李玉听完魏潇的计划，声音尽量沉稳，但内心却忍不住担忧。老大，请允许我多问一句，这次的目的是什么？魏潇声音一沉，执行命令，问那么多干什么？但最近条子已经盯着我们很紧了，我们不应该再有大动作，用这种方式只会把我们暴露在警方的视线之下。李玉，你是在教我做事？不敢，我只是担心老大的安危。老大您一直教导我们谋大局，不能因小失大，但这次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做对您有什么好处。如果您实在想出口气，我可以找到其他方式让沈之恒受点苦，但绑架太兴师动众了。魏潇的呼吸声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不要让我同一句话说2遍。李玉的背脊瞬间僵硬，他知道老大此刻的偏执已经无法被任何理性所说服。明白，老大，我马上去办。李玉语气坚定。魏潇随即挂断了电话。李玉握着被挂断的手机，只觉得脑袋跟电话盲音一样嗡嗡的。